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米娅的塔罗频道。那我们今天呢要占卜的主题是断联、分手、伤害你的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过得好吗？那他有想你吗？他心中有你吗？你们会不会复合？然后我们今天呢，一样有3副牌，从左到右分别是1、2、3组牌。那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好好的感应一下，你觉得哪一组牌比较符合你的能量，或者是你会比较有感觉。那我们今天也有3个提示物，分别是金鱼、小鸡跟小狗，大家也可以看这个提示物来做选择哦。那选好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按下暂停键，利用下方的时间轴去听听看你们选到的那组牌的一个解牌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一组牌哦。那你们抽到的牌啊是 Free Spirit， 那这个是代表的是自由的灵魂哦。它的象征的动物是野狼。我觉得第一组牌的观众朋友，你们本身呢是蛮有自己的想法的，因为野狼它代表的是一个在森林中桀骜不驯，没有办法被驯服的一个自由的灵魂哦。那同时啊狼对他们的伴侣非常的忠诚，也有很强烈的家庭观念，但他们也不会失去自我。所以我觉得你们本身呢，在感情上是忠诚的，而且你们也很重视家族的一个传统。同时啊，你们可能也是，就是你们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洞见，其实你是可以给你身旁的伴侣作为支持的，因为在美洲原住民啊，其实一直都是狼为一个老师或者是探路者，那你们身上啊，其实是有这样子的特质的。同时我觉得很多人也许会对你们有一些误解，因为就像狼一样，狼它常常会被描述成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动物，但事实上呢，它是非常友善、合群而且聪慧的。重点是它是非常向往自由的，但是啊，他们又愿意为了这种感情、家庭，为了所爱的人，他去定下来。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你们呢，是对感情上蛮有想法跟主见的人，然后你们也有保护自己跟保护家庭，甚至保护你伴侣的一个能力哦。而且你这种能力并不是说就是用正面冲突的形式跟人家起冲突。你其实并不喜欢冲突，但是如果必要的话，你会不顾一切保护你自己跟你所爱的人。好，那这张牌大家也可以当做是一个验证牌哦。如果你觉得大致上有符合到你的情况的话，再往下听哦。我们接下来是它的部分哦。首先来看第一张牌哦。好，第一张牌是这个 Ace of Winter。那冬天呢，在韦特塔罗牌，它代表的是风象的星座，也就是说，你或他其中啊，有人可能有这个水瓶、天秤、双子座，不管是太阳或者是月亮星座，有这种风象星座的一个特征哦。那风象星座啊，他们通常比较理性，而且喜欢收集资讯哦。然后他们也就是对人感觉像是对朋友都是与人为善，然后也交友蛮广阔的。然后我觉得他们也是蛮注重礼仪的一群人，就是为了礼貌啊，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跟就是没兴趣或者是讨厌的人相谈甚欢哦。就是他还是会维持这种基本的就是社交的礼仪哦。那这张牌啊，它是冬天的第一张牌，它代表的是起始哦，有非常强的一个能量。
那大家也知道，冬天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而且在这个季节中呢，食物缺乏。然后这张牌呢，它结成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冰柱哦，然后它又是一张逆位的牌，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人呢，他目前呢，就是他跟你断联分手，就是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啊。看起来啊，就是他本来是一个很理智的人，因为假设他是正位的话，他代表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而且很理智，的想要对事情有一个掌握。但是他今天呈现的是一个逆位哦，我觉得这个人他目前内心是有一点感情的失控的。就是他并不是处在一个很能够理智判断的一个情况哦。那主要啊，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像剑一样的冰柱哦，切断了他的理智，让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同时感觉上就是处于一个压力的一个环境哦，因为冬天其实有代表的是战争跟冲突哦，也代表了沟通被切断。好，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张牌哦。这张牌啊是 The Fairy Bride，是这个精灵的新娘哦。这张牌啊，大家从牌面上看起来就知道是一张非常甜美的牌哦。你啊，在他心中啊，其实有一个美好的形象，曾经哦，也许是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也许是他对你的一个幻想。这个新娘啊，她有着一头金色的长发，然后还有蝴蝶的翅膀哦，非常的美丽，然后身段非常的曼妙哦。你所想的这一个人呐，你在他心中曾经是这么的美好，而且我觉得甚至有人呐，曾经你们是有过婚约、婚姻关系的，或者是这种长期的同居，就是类似说互许承诺的一个阶段哦。或者是他曾经有想过，就是要娶你。那这张牌啊，牌面上的意义是非常漂亮。这个新娘的旁边呢，它围绕着许多花嘛。那最主要的花有这种勿忘我啊，还有这个新娘玫瑰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麦朵。麦朵就是出现在 J.K. 罗琳《哈利波特》小说里面的那个爱哭鬼麦朵嘛。它其实是一朵花的一个名称哦。然后这三种花啊，其实都代表着永恒的爱，就是我爱你不变的心意，永恒的一个回忆，就是希望这一切是忠贞的，就是它还有一种就是希望给你幸福的感觉。我觉得他内心曾经是有这样想的，而且曾经对你的感觉是很好的。好，我们接下来出现了 Fall of Winter， 哦，又是一张这个冬天的牌哦。那这是一张正位的这个冬天的这个 Fall of Winter。那4这个数字啊，在塔罗牌里面，它代表的是一种稳定，一种停滞的感觉哦。那在这张牌里面呢，我觉得这个人他目前呢是处于一个就是想要保持距离，就是暂时停止，不论你们是争执或者是这种结婚，就是他曾经脑中有想过的这些话题，他通常他要全部都把它停掉哦，然后他想要独自的确认他真实的想法哦。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他画的是冬天有一个男人哦，看起来年纪是有点大的，看起来是一个就是白发的人哦，他正在避难或者是取暖哦，可是他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独自在一个碎裂的一个树洞里面取暖哦，然后看起来是非常的寒冷，就是非常的辛苦哦。我觉得你目前面对这个人啊，他是完全没有行动力的，
所以你不要期待他会有任何的主动，因为他没有任何的勇气，他也不够强壮。那从刚刚那张新娘牌看起来，我觉得他是有想你们的，但是看起来他目前是没有想要复合的念头，因为他本人还是处在一个独处，想要想清楚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也许是某一种外在的力量超出了他的控制，让他本身目前变得没有办法行动哦。就是他可能是自愿或者是非自愿的冻结了他对你的感情哦。这个人有可能是因为你们断联是某些情况啊，这个人可能是已婚的，或者是他已有一个伴侣的，所以他不得已要冻结了他对你的感情。又或者是他生活中的其他难题，有家人反对，或者是远距离，他经过现实的考量之后，觉得不可能等等的。那这个人目前他就是冻结了。你们的关系啊，是因为某种外力的原因悬在那边哦，有点像是电脑的宕机一样，就是有一些生活的，可能是身体状况或者是事业的状况，那这个状况是目前没有办法去抗争的，因为抗争只会浪费它的能量，所以它处于一个休息，往内看的一个，就是停滞下来，脚步慢下来，然后有点像是要思考并且等待时机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不是跟你们有一些年纪差？因为这个精灵啊，看起来是比较年长的精灵哦，所以你们可能有女大男小，或者是男大女小的这种情况哦，或者是你们的身份，或者是地位，或者是财富，或者是经历上是有一些差距的。下一张这个Four of Spring 哦，它是逆位的 Four of Spring 呢。这个春天呢，在韦特塔罗牌面代表的是权杖哦。权杖啊，它有火象星座的元素，也就是说有牡羊、狮子跟射手的一个元素哦。那表现在牌面上啊，它是一个像是想法乐观、个性直率、讨厌猜忌、真诚的一张牌哦。可是因为今天它是一张逆位的牌哦，所以我觉得目前呢，如果正位的话，它是蛮好的一张牌哦，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恋情结婚典礼哦。它画的是精灵很开心的正在庆祝，正在跳舞哦。可是因为它是逆位啊，逆位就有一点好像是单方面的对话，不是敞开的，就是这个人他目前对你不是敞开的。是一个很封闭的感觉哦。我觉得他对你是有戒心的，他对你做的事情好像不是很认同跟欢迎哦，就是他觉得他好像不想要被公开的出现在你的面前哦。这个人他是不是曾经有做过就是伤害你或者是对不起你的事呢？因为这张牌啊逆位，代表的是他有一些东西不想要被公开，好像想要躲在一个蚌壳里面，这样子看起来不想要去敞开。也许是他曾经有在某一些地方说了伤害你的话，或者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或者是他不应该要封锁你、拉黑你，但是他做了。下一张这张牌也是一张逆位的牌哦，那它是 Five of Autumn。这一张牌啊，这张牌它画的是一个代表困难的牌哦，困难却不想要求助的牌哦。
就是牌面上啊，他有一对姐弟，他们是衣衫褴褛，非常贫穷，而且肚子饿。那不远处啊，其实有一群精灵，他们正在开派对，然后有很丰盛的食物，每一个人呢都吃得非常的开心，而且很欢乐。那这个弟弟啊，他非常想要去加入他，因为他肚子很饿。可是姐姐基于自尊心啊，她压住了他的肩膀，告诉他不要去。他们非常的匮乏，可是不愿意求助。那这张牌它是一个逆位的牌，我觉得这个人他目前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哦，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的这种想法到了临界点。刚刚有说过，他内心其实是有一点混乱，但是这个混乱跟疏离，好像让他失去了容身之处，所以他在冰天雪地中找了这个树洞去栖身哦。那这张牌啊，其实也有代表着一种混乱跟痛苦。它正位的意思啊，其实是有一种就是力求安全，停留在安全的一面哦，甚至是在心的方面，不愿意敞开哦，就是他可能只是因为自尊的关系，不愿意去求助，然后也没有能力去给。那因为是逆位啊，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代表是这个人呢，他觉得他过去付出了很多，那再要求太多的话，他会变成空虚的，就是荒芜的。下一张牌啊是 Nine of Summer 这张牌哦，这张牌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呐非常渴望有一段美好的感情哦，想要有一个人跟他去享受人生哦，而且他是永远的这种永远的在一起哦，这种感情哦。那这张牌他画的是有一个精灵啊，在仲夏夜的晚上，他去追逐着萤火虫。这张牌啊，其实是一个很古典的一个许愿牌，一个愿望牌哦。因为他追逐这个萤火虫，就是抓到一只萤火虫之后，他就可以去对它许愿，那他的愿望啊，其实就会实现哦。这张牌代表的是一个充满希望、乐观，特别是在这种情感跟关系方面的一个态度哦，一个乐观。那因为从牌面上来看呢，这个精灵它还没有抓到萤火虫，但是它是有这个期待在的，所以我觉得他心里面对你们的关系啊，好像还是有一种很梦幻的期待，就是不管现实的状况如何哦，就是也许这个期待是一种性的幻想之类的。那下一张牌啊是这个逆位的 Seven of Winter。好，这张牌一样出现了这个冬天牌哦，我们总共出现了3张的这个冬天的牌哦，所以整体上看起来风象星座的元素的能量是比较强的。那这张牌画的是在冬天的时候啊，有一个坏心的精灵啊，他带着他这个伙伴一只老鼠哦，他到这种集体式的仓库去偷东西。那在这个集体式的仓库储存了非常多，像是牛奶啊，还有水果等等，就是在秋天丰收的一些食物哦。那他们都有算好一定的分量。现在呢，这个坏心的精灵偷走了别人的份，就是他们多拿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有人饿肚子，但是他们只想到自己，所以没有考虑到其他人这件事情哦。那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个背叛，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就是一些伦理的违反。那这张牌啊，如果是正位的意思的话，它就有那种经验老道，一种伪君子或是诡计，有一种想要诈骗的感觉哦。可是因为它是一张逆位的牌，所以我觉得你想要发问的这个人，他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做了一些违反伦理道德的事情的话，他其实
内心是很挣扎的，就是假设他曾经有欺骗过你，或者是刚刚有说过少部分一些人，可能这个人他是有婚约关系、有伴侣、有对象的，那你是误入了这个对象，或者是现在你们之间是有第三者，或是现在一个三角恋这种分手之后断联的一个情况哦。那我觉得他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毫无愧疚感哦，他是内心其实是很挣扎的，他没有办法像这张牌这个坏心的精灵一样，他吆喝同伴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哦。他并不是想要，他内心里其实并不是想要这样子的一走了之的。假设这个人呢，他曾经对你冷暴力，或者是封锁你、拉黑你，因为这边出现了很多冬天的牌哦，就是感觉上他可能会有对你一些冷暴力，或者是对你很冷漠的情况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还是有良知、有良心在的，就是他本质上并不是这么不好的一个人。但是可能也因为这一些内疚，使得他现在没有办法，去面对你哦。即使这个人呢，他目前是有想你的，他想你的时候，其实会想着你美好的样子，尤其是你一些，假设你们曾经有肉体关系的话，他是会去回味这一块的，因为有出现了很美丽的新娘的这一张牌哦，我觉得你在他心中某一部分是美丽的一个形象哦，不管你们。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个人看起来目前是没有要复合的一个意图哦。这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力，或者是他内心还在整理他自己。然后我们最后再来抽出那个神谕卡哦，有关塔罗牌要给你的一些建议哦。这张牌是 self acceptance，自我接纳哦。那第二张牌是 self sufficiency，是这个自我丰足、自我满足哦。第三张牌是 being in love，就是你已经足够好了。这个神谕卡主要是在说你不用再一直的去质疑你自己，因为这样子会去耗尽你的身心哦。那当你自己把你放在全然的爱中，你就会得到这个自我接纳哦。那第二张牌它也延续了这样的概念，他说你的自我的丰足其实是依赖这个宇宙这个神哦。那但他不是说你不需要任何人，而是你把你的力量交给这种宇宙，然后呢，你愿意去接受帮忙、接受支持、接受爱，那这些东西就会自然而然来到你的生命中哦。我觉得看这些神谕卡，好像第一组牌的你们过去一直就是独自承受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可能是在关系里面有苦难言，或者是你本身就是有在压抑一些你真实的情绪哦。那第三张牌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哦。他说你本身就已经是足够了，你不用到哪里去，你不用再去改变，或者是说你一直想要的更多，你想要自我这种成长哦。我觉得好像选到第一组牌的观众朋友，你们是不是过去有蛮多就是你自己觉得你想要改进或者是不足的地方，也许是在身材，也许是在外貌，也许是在一些应对，或者是你的专业上哦。好像曾经这个人在关系
里面让你感到不是这么安全，然后你可能也觉得要为了他去改变自己的一些东西哦。当然，如果你的改变呢，是用一种就是自我肯定跟自我接纳的方式去想要让自己变好，那其实就像牌卡建议给你的是很不错的。但是假设你今天是用一种自我厌恶、自我否定这种负面的方式来做自我的激励，虽然呢都可以达到相同的成果，也许都是变瘦、变美，或者是取得某一项专业啊，考试获得了资格，可是长久下来呢，可能会对你的身心灵造成不堪的负荷，进而也影响到你未来的这样子的关系哦。那要做到自我丰足、自我接纳，其实要知道的是爱自己，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接纳自己的不足，或者是也许是不被自己所爱，也许是不被对方所爱的那个部分哦。当然，如果你觉得接纳并不是说你就不需要调整或者是改变，可是这个调整改变啊，是建立在一种用自尊、自信跟正面的动力去推动的。好，以上呢就是选到第一组牌卡的朋友，你们相关牌卡的一个解读哦。那如果有对应到你们的讯息的话呢，可以参考哦。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或是其他的占卜影片，看有没有更符合、更对应到你们的能量哦。好，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抽到的是 Patience。这张牌啊，它有画一个隧道嘛，好像，它的意思是说要有耐心，就是从这种黑暗的隧道慢慢的走，然后最终会走出，一片光明的一个感觉哦。那这张牌啊，你们可以当做是一个验证牌哦。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啊，你们好像很习惯跟这个世界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会默默的观察周遭的人事物，尤其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你可能会先去观察每一个人他们的个性，然后你再去决定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们互动哦，就是你跟这个世界啊，其实是有一个距离的。那这可能是你们本性使然，那也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是因为原生家庭或者是后天的成长环境的一个养成哦。那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就是你们的生命中会有一个追寻，这个追寻就是一种无条件包容的爱。感觉上你们会很羡慕那种就是从小啊就身边充满着很多很多爱的那种人，就是有很多人爱他，不管他怎么发脾气啊，或者是怎么任性啊，他身边都还是有人会去支持他，会去爱他。那你们的话呢，感觉上其实周遭的人是蛮喜欢你们的，因为你们是蛮成熟懂事的一群，然后你们蛮在乎别人的感受，就是在处事的时候都会特别留意，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那同时啊，你们有的时候会蛮委屈自己的，就是别人的一个眼神啊，或者是一句话，你都会拿来反复的一直揣摩，就是想说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做好。那就算是别人的错啊，你也会忍着，就是你不会肆无忌惮的发脾气哦，因为你很怕，就是你肆无忌惮的发脾气，很任性之后啊，你身边的人所留下爱你的人都会离开。那尤其是在感情中，你们一直有这样子的不安全感，所以感觉上你们是蛮努力的，想要成为一个好伴侣哦。
那同时啊，你们也是很倔强的一群人哦。就是今天啊，假设你的伴侣爱上别人，或者是他离开了，你们是不会那种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方式哦。你可能也不会多做挽留，或者是就是哭着求他回来。那哪怕你内心啊其实是山崩地裂，是非常非常的心痛的，但你也不会去苦苦的哀求他回来哦。那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们，某部分的你们呢，其实是活得蛮辛苦的。好，那如果你觉得这张牌的描述跟你的情况是大概有60-70是吻合的，那你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因为这一组牌可能就是你的牌哦。我们再来抽出其他的牌哦。好，这张牌是 Queen of Summer， 这张牌呢是夏天的皇后。那夏天呢，在韦特塔罗牌里面对应到的是圣杯，也就是说含有水象星座的元素，包含了巨蟹、天蝎跟双鱼哦，都是柔情似水的一个星座哦。好，那它们代表的是心灵层面这种情感层面的牌哦。那这一张夏天的皇后啊，我觉得你们在他眼中啊是非常温柔而且成熟懂事的，你们是会去照顾别人的，像这个夏天的皇后一样啊，她常常去关怀她的子民，常常去关怀她的伴侣，而且她是一个非常乐于付出，然后给别人带来爱与希望的一个女性哦。那我觉得这也就是你们在她心中的一个样子哦。这张牌啊，它上面有出现了这个紫色的甜紫罗兰的花，那紫罗兰的花语是永恒的美跟爱哦。我觉得你们抽到第二组牌的，你们外表应该是还蛮不错的，不管是男生女生啊，都应该是有一定的颜值的，至少在他的眼中是这样子认为的。那紫罗兰它同时也代表的是一种美德的意思，就是有一种谦虚的感觉哦。感觉上这组牌的朋友，你们行事是蛮低调不张狂的。那你们具有很好的直觉力跟抚慰人心的一个特质哦。同时你们在人际关系上其实是充满的敏锐度的。那我觉得假设你今天要发问的对象是你的一个旧情人，或者是你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关系的话，我觉得当初啊，这个人可能是花了一些心力来打动你的，因为你们并不是这么容易去敞开你的心扉的。可能你们之间呢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共识，或者是假设你们是网恋的话呢，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聊天，然后你的心防才慢慢的卸下来，慢慢的被打动。你们在感情上并不是属于非常冲动的一群。那从这一张牌看起来，我觉得你们要翻问的这个对象啊，对你们的印象啊，就是你过去给他的这个印象其实是蛮好的，是一个算是温柔体贴，然后又优雅的一个形象哦。好，第二张牌是 The Burning Oak，是燃烧中的一个橡树哦。那这张牌可以对应到韦特塔罗牌里面的高塔的意思。那他画的是说本来啊，这个可以存活几千年的橡树，这个精灵们赖以为生的橡树，在某一天晚上突然之间来了一个闪电，然后把这个橡树劈成两半，快要崩塌了。那所有住在橡树里面的精灵就仓皇的奔跑，带着他们的小朋友赶快的飞离开来，他们几乎是在睡梦中被惊醒的，所以他们就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们以为可以长长久久的这个家园突然被崩塌了。那甚至呢，他们是来不及穿衣穿鞋的，就是把一些很珍贵的家当啊，还有一些回忆都留在
这个橡树中，因为它是突然的倒塌了。那我觉得，那这张牌会让我联想到，好像是突然就是踩到对方一个地雷，然后就爆炸的一个感觉哦。但是因为这张牌是逆位的牌，所以我觉得你们跟这个对象啊的相处，比较像是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的，就是有点像从顶端，就是从美好开始慢慢的崩塌，慢慢的崩毁吧。它是一个长时间累积起来，逐渐恶化的一个状况哦，有点像是化脓的感觉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目前呢，假设你们是因为吵架而分手的话，他其实会一点一滴慢慢的开始意识到对于分手这件事的一个后悔。他可能每一次啊回想起来，就是有关于你们的事情啊，都会感觉到很沮丧。那这张逆位的牌啊，也让我感觉到你们当初分开或者是断联的情况，比较不是一个很火爆的场面哦。就是你们没有说什么大打出手啊，或者是互相用一些很难听的字眼去攻击对方哦。感觉上你们双方还算是和平哦。那对方其实对这件事情是有一点沮丧的，而且这种沮丧是随着时间，就是一点一滴，好像意识到自己当初可能做的不是这么好，所以他会有一点懊悔的心情。The Conjurer 这张牌啊是魔术师的牌哦。这张牌啊可以看得出来，我觉得你们所想要发问这个对象啊，他本身是一个可能算是蛮有事业心的人，或者是说他是明确的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他感觉上是一个蛮积极的人，然后对于自己也是充满信心的。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会去说服别人的人，就是透过说服来达到他所想要的一个东西哦。那这可能也是当初他吸引你们的一个原因所在，他的一个魅力所在哦。那我觉得从这张牌面上看起来，就是他跟你们分手、断联或者是冷淡之后啊，他其实还是朝着他自己所想要的目标去前进哦。牌面上看起来啊，比较像是在他的事业或者是工作领域上的一个执行，或者是去接受挑战，或者是精通某一项技能哦。然后会尽量的将他的所有的能量都放在里面，尽量的去完成他的一个学业，或者是他被赋予的某一项任务。那我觉得，小部分的朋友啊，你们和你们所想要发问的对象之间，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断联哦，你们并没有完全的封锁、拉黑彼此哦。假设呢，你想要联络他，其实还是有方式的，或者是对方想要联络您，其实也是有留一个通道给他的。所以你们看起来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并不是完完全全的断联，只是说，连续的频率真的是可能非常非常的低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呢，这张牌是看不出来他现在的感情的一个状态哦，但是这张牌主要是说，他其实事业上啊，或是学业上，他还是非常的努力、积极跟接受挑战的，而且啊，他有在衡量你，跟衡量他自己哦。感觉上他有在看你们是不是也就是好好的在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还是你现在是一个比较停滞跟一蹶不振的一个状态哦。他其实是有在默默的去观察你们。好，下一张牌是悬吊的精灵，那我觉得这张牌啊就比较偏向感情层面的牌哦。
那他目前这个感情的心理层面呢，我觉得很像就是这个神调的精灵一样。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啊，它画的是一个罂粟花，罂粟花上面结了一张蜘蛛网。那这个精灵啊，就不小心被缠到这个蜘蛛网上，所以它是一个头下脚上的一个方式，这个倒吊的一个方式哦。那他这个精灵，他试着要去挣脱，可是当他一挣脱的时候，这个罂粟花就发出了非常迷人诱人的香气，迷惑了他的意识，所以他某方面就屈服了，有点像是放弃抵抗哦。那我觉得这张牌看得出来，他曾经被一个女性这样子的迷惑。这个女性啊，有可能是你，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是其他的女性，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你们可能要想一想你们实际相处的一个情况哦。但是这一张牌中啊，这个精灵啊，他有意识到说，他自己是不能永远被困在这个罂粟花的一个网中哦，所以他会用他的一个方法去回到正常的，就是不是头下脚上的这个方式，回到一个正常的方式中去过他的一个日常生活哦。那感觉上这个人呢，他在感情上有一种这种动弹不得，就是进退不得的状况哦。那这种感情其中有一方是蛮牺牲奉献的，但是对方好像自己也不想要陷在这个动弹不得的一个感情中哦，因为罂粟花的花语它是死亡之恋，就是它有一种就是致命又美丽的一种爱情，有点像是不顾一切的爱。可是你所想要问的这个人呢，他本身其实也有一定的理性在，所以曾经他被这个女性所迷惑了。他在感情上陷入了一个危机，但是他知道他必须要做一个转变，不然他在感情上就会好像是处在用了一个错误的态度，还有处在一个错误的位置。那不管怎么样，就是他觉得可能是他跟你过去的一个相处，就是一种相处到后来，他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死期，或者是动不了的一个状况哦。那这个状况好像又是双方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就是感觉上也不是你这一边的问题哦，就是双方一点一滴在相处的时候造成了这样子的结果。然后看得出来啊，这个人呢，他是想要做出一个改变的，就是他想要去比较像是想要把他的这种精力拿回来，放在他自己所想要前进的这个目标上。但是啊，当他回到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不再陷入这个网中的时候，他内心其实又会时时刻刻的挂念跟想念那个曾经让他迷惑的这个罂粟花哦，就好像他的种子已经被种在他的心中哦。下一张牌出现了 Eight of Summer， 那我们这边呢又出现了 Summer， 对应到的就是圣杯，又再一次含有这个水象星座的元素，也就是双鱼、巨蟹跟天蝎。那这边出现的数字8啊，它在塔罗牌里面呢，其实是暗示着要前往下一个阶段，就是有一种要更上一层楼，或者是往下一个阶段迈进，到了新天地，去开创一个新天地的意思。那 Eight of Summer 这张牌啊，它画的是一个精灵啊，它有点垂头丧气的带着一个它仅有的一个小包袱，就这样子离开了它原本居住的地方。这个精灵啊，它原本居住在一个鸟语花香、绿草如茵的一个家园哦，但是啊，它家园的这条小溪啊，不知不觉渐渐的就干枯了，因此啊，已经没有办法再支撑他们的生活了，所以他就很孤单的一个人，带着这个包袱，走在干枯的河床上，他必须要另觅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哦。那这张牌啊，其实刚刚就
跟那个逆位的高塔，就是逆位的这个燃烧的橡树这张牌啊，其实是很像的。它讲的都是一些根基慢慢的被摧毁，所以不得不要离开，有一种被迫离开、被迫转变的一个感觉哦。那我觉得你们目前面对的这个人呢，他正处于一种要对某件难以割舍的事物做告别的一个困难的阶段哦。那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们可能是要跟你说再见，然后去走他自己想要走的路，或者是他的一个梦想。那因为这样子的难以割舍，让他觉得心情非常的沉重。那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们的关系是那种还在萌芽的阶段，关系是刚开始没有进展很深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心还系在其他的地方，那他正试图要脱开这种旧有的连结，想要跟你亲近一点，所以可能在这之中呢，会产生一种忽冷忽热，自己也搞不清楚应该怎么办的情况，所以可能会跟你做一个断联哦。那这张牌啊，有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到达巅峰之后慢慢下降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跟这个人过去可能有一段时间是蛮不错的，甚至有一些人，你所想要问的这个人，你们曾经是有过婚约关系，有到达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情况哦。那从这个巅峰开始，慢慢的下降。那因为这是大众占卜，每一个人的状况很多，所以我还有看到一种是这张牌啊，可能指的是这一个人，你们要发问这个人，他目前呢在工作，在他的学业上是有面临一些困难，那这个困难要让他被迫进行一些转变，这可能是他过去的一个计划。失败了，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也可能是因为组织改组，他必须要重新去学新的技能或者是任务，就是有一种要再次想办法挑战的一个意思哦。所以在心态上，他必须要强迫自己打起精神，并且进行一个备战。Ten of Winter， 我们出现了这个冬天的牌。那冬天呢，它代表的是风象星座的一个元素哦，所以可能有水瓶、天秤或者是双子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在你们两个其中之一。那这张牌啊，它代表的是一个自然的结束，从牌面上看起来看不出来这个结束是不是合理的，但是它有代表想要划清界限的意思哦，就是在生活上，因为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变，所以啊，这个人他就是处于一种选择的阶段，要么就是全部都要，不要就是全部都不要。这代表着是一个旧有的阶段的结束，同时啊，正在好像一个岔路口。必须要进行一种选择，那究竟呢，它会前进还是停留在这里呢？这张牌目前还没有很清楚的表明出来，所以目前这个状况啊，我觉得会不会复合这件事情呢，他其实内心也还没有想清楚，或者是说没有时间去想。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往哪一个方向去前进哦。但是啊，就像前面的牌组说的，他们心中其实还是有你，而且也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们是有存在一些懊悔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好，这张牌啊是 Ace of Spring，这张牌出现了春天哦，而且它又是春天的第一张牌。一呀，它代表的是一个起始跟新的开始哦。那这张牌画的是春寒料峭时第一朵盛开的花朵，也就是梅花哦。梅花是报春花，所以这种
这张牌有代表的是一种寒冬退去，即将迎来希望的一个感觉哦。同时啊，它旁边有画着一个黄色的一只蝴蝶的一个风筝哦。这个风筝啊，代表的是梦想。那我觉得抽到这张牌的你们啊，看起来你跟你所想要发问的对象啊，在这个短时间内的未来呢，你们会各自朝着想要做的事情去发展跟前进哦，就是在心态上会有一个转换，好像过去这种比较痛苦不堪的这种为了恋情所困惑的一个时期会退去，然后呢，你会朝着你的目标啊。很有干劲的前进，就是你会遇到一些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啊会让你勇于接受挑战，会让你在你的梦想或者是目标或者是兴趣上会注入非常多的活力。那同时啊，对方也有这种积极向上，就是展开新的挑战，对他的前程进行努力的一个情况哦。那少部分的你们呢，我觉得有一小部分的你们哦，假设你们过去啊，在交往的时候，或者是你们可能是有婚姻关系的时候，你们曾经在相处的时候，对彼此而言是非常具有性吸引力的，就是你们有强大的这种性的一个吸引力。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情况，你们其实是有一个复合的机会的。好，我们接下来抽出神谕卡来看一下神谕卡有什么建议哦。那我先把牌整理一下。2张。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抽到的牌哦。那第一张牌，他说，你要停止去利用这个宇宙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反而要开始让你沉浸在爱中，让这个爱来利用你，来使用你哦。这样子的话呢，那些你本来所想所求的事情啊，反而会来到你身边，你不用再去苦苦的追寻，苦苦的去抓取哦。也就是说，你过去可能汲汲营营在某一些事情上，然后你不断的呼求，希望这个宇宙可以给你回应哦。但是它反而是说，你要让你自己被这个爱使用。当你本身就是爱，充满爱的时候呢，本来你所想要的那些东西，自然而然会来到哦。第二张牌是 solitude， 是孤独的意思哦。还是说，当你去拥抱你自己这个内在的神圣的孤独的时候，对的人就会在对的时间出现哦，就是恰如其分的出现在这个人生中的时程表中，你不用特别的去追逐或者是去强求哦。觉得这组牌的朋友啊，看起来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人过去会因为寂寞而去谈一场，其实对于身心都不是很有益的感情，或者是你会为了寂寞留在一段已经不是这么好的关系中，你可能会因为怕孤单去做一些委曲求全的事情哦。那这张牌还有提醒你，你内在这个孤单是非常的神圣的，你要去拥抱它。
好，下一张牌哦，这张牌是 Spaciousness， 这张牌讲的是断舍离哦。他说哪一些是我不再需要呢？包含那些我不再需要的人事物，那些会将我和我的本质脱离得越来越远的事情。那告诉我哪一些是可以让我充满热情跟喜悦的。然后最后一张牌哦。Striving 这张牌是说啊，最终利用自尊心去推动，想要让事情变得更好、更努力的这种积极的，这种自尊啊，会慢慢的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放松的、可以信任的、敞开的，在这种顺流之中的流动哦。那我觉得这张牌它要讲的是一种臣服哦。当你臣服在这种顺流之中的时候，你就不用很努力、很小心翼翼、很战战兢兢的，好像随时处于一个备战的状态去努力达成你想要达成的事情，反而这些事情可以比较轻易的去被推动。好，以上呢就是第二组的读牌哦。那如果你们觉得有符合到你们的能量的话，就可以参考。那如果你觉得比较不符合的话，也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哦。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很多，有可能你的这个状况它是分别有对应到其中2组的某一些部分哦，所以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或者是其他的占卜影片哦。那就祝福你们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选到第3组牌的观众朋友，你们抽到的牌是 passion， 是热情的意思哦。那这张牌啊，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画着一个女人，后面有这种五光十色的一个火花哦。然后这张牌代表的动物是狮子，那这个让我想到的是，就是少年牌的这个奇幻旅程里面有少年跟老虎嘛，那其中啊，这个老虎就是被比喻为心中所害怕的事情。那这张牌里面这个女性，这个女生哦，她可以用她的热情来降服、来制服这个老虎，就是在他的热情的力量下呢，原本这个非常阳刚的老虎呢，它也可以被他驯服。那这里这个女生她凭的并不是蛮力哦，就是她并不是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去驯服这个老虎，而她用的是对兽性的了解。他是用他的意志力来跟这个老虎去达成一个和谐哦。那我觉得选到这一组牌的你们啊，你们在感情上啊，常常也具有这种特质哦。当你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运用你自己的特质，像是运用柔性的力量，用比较温柔的一面来去驯服你的另外一半，而且啊，这种力量并不是很低迷的，或者是很畏缩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自信、散发出自信光芒的一个女性哦。同时，这种温和中又有一种威严，让这个狮子可以降服。那我觉得这组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上有点像是，有时候啦，很像是就是马戏团里面的驯兽师。也许你遇到这个另外一半，他一开始并不是这么知道你的点，或者是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但是你会用你的方法，慢慢的去，用你的耐心，慢慢的去，有点像驯服他，去教导他。那你们的内在啊，其实是很坚定的，而且是充满热情的。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然后你确定这个人是你要的话，你会想尽办法用你的热情来得到他哦。那这个不管是主动的去追求，或者是默默的对他好，或者是做球给他，或者是暗示他什么，你会用你的方法去，会用你的热情去感动他，或者是说运用在这个爱上面。
那这组牌的朋友，感觉上你们也是那个，就是生活中会给自己找一些事情做的人哦。你们可能不太喜欢太安逸、太无所事事，或者是一成不变的这种生活。那大家可以把它当做是一个验证牌哦。如果这其中啊有跟你有60%-70%，你觉得有说到你的状况的话，那你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这组牌可能就是有对应到你的能量。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可以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或是其他的占卜哦。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张牌。这张牌是 Magistrate， 是正义牌哦。它讲的是地方法官。那地方法官是用来在精灵世界中，他们是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来解决不公平的事情的人哦。他是依照法律来做决定，他不会用他的一些情绪啊，或者是心血来改变他的决定，或者是作为判断哦。那他坐在一个石头上沉思哦，这个地方穿着法袍的法官，他坐在石头上沉思，然后就是他身旁啊有一些古代的卷轴，这个卷轴其实是记载着一些精灵世界的法条跟法规。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张牌啊，它有出现了一个植物，它叫做金光菊。金光菊呢，它的花语啊，就是代表着公平跟正义，因为它们很像向日葵一样，都会向着太阳的方向，所以有代表着刚正不阿、公平正义的一个美好的品性。那这张牌呢，它代表的是不受到情感操弄，能够客观的看清楚原因跟结果，并且公正的判断。那我觉得抽中这张牌的你们啊，看起来哦，就是你的发问对象他比起感情，他更想要以事实为优先。假设你们过去啊相处的时候，就是谁曾经遭受过不合理的对待，或者是谁曾经有做过亏心事，他其实会在脑海中就是去回想，并且就连一些微小的谎言也不会放过。然后他好像想要把这些东西梳理，因为他想要把一些条理不分明的事情把它整理出来，整理成他觉得是他可以接受的一个逻辑或者是一个说法哦。感觉上他这个时候啊，会有一点态度上会有一点冷酷跟保留。那也许啊，他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一个判断，他会需要一些时间来弄清楚他究竟想要的是什么。那从这张牌啊也看得出来，我觉得你们这组牌比较像是两个人是处于一个比较对等的状况哦。也许啊，你们在条件上各方面是郎才女貌的，或者是就外人来看，你们是这种很般配的。那在相处的关系上，感觉像这个人他是有一点择善固执的，就是他不会去做一些对他自己不利的事情，然后他也是一个蛮有原则跟坚持的人，所以你不能去踩到他的地雷哦。那看起来这个人呢，也是一个蛮爱面子的人，他蛮在意他在外的一个形象跟名声哦，就是别人的评价对他来说是蛮重要的，他会去顾虑的。同时啊，他很在意感情中的一个平等互惠。好，下一张牌我们出现的是 Hermit， 是隐士牌哦。这张牌啊，它画的是就是有一个好像年长的精灵，它正在树洞里面看书哦，然后它的书柜上都摆满了非常多的书籍哦，然后这个场景是一个夜晚，那在树洞外头的树枝上有站着一只猫头鹰哦。
那猫头鹰啊，在塔罗牌里面通常被用为是智慧跟对知识的一个追求哦。那因为猫头鹰它在晚上啊，它的眼睛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它在黑暗中可以帮助其他人看见他们不能看见的真相。那它也代表的是说，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中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光明哦。那隐士这张牌啊，它有代表的是一个长久、常年埋藏在心中的一种感情哦。那它也可能指的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对象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第一张这个地方法官跟第二张隐士这一张牌哦。其实两者啊，他们都是在沉思，而且他们的角度都是这样低着头，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就是这两个这个法官跟隐士啊，他们看起来都在深深的思索，在寻找他们所认为的一个真理哦。那我觉得你们面对的这个人呢，他好像有一点固执。这个固执呢，就是他会蛮择善固执，就是他认为是对的事情，可能就是某一方面有一点死脑筋哦，就是他很坚持他自己的想法。然后他们有在想你吗？我觉得与其说这个想啊，并不是。他们的想并不是那种就是思念啊，那种就是比较情感层面的去想，我觉得他们想的反而是这段关系的一个利弊得失，还有就是怎么样是正确的，或是怎么样是他觉得比较好、比较对的一个方式哦，因为这是他们重视的一个原则跟定位哦，感觉上他们的情感是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他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情绪奔放的人我觉得你面对的人反而是一个某一方面而言是比较成熟跟谨慎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哦，就是他想要比较成熟跟谨慎，或者是他认为有一些事情呢，他要想清楚，为自己去澄清哦。所以在这个时刻，他要去思考，而且他要做出他认为是对他他觉得这个决定是比较好的一个决定哦。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想你的那种想，比较不是那种充满关怀、充满思念那种浓情蜜意的想哦。他的想比较像是他会去检视你们的比如说对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想法，然后他的立场是什么？那通常他比较认为他是对的。然后他会认为，你跟他有哪一些地方可能，你没有去遵照这个他认为他是对的一个准则哦。然后还有就是这段关系啊，在他人生中的一些利弊得失一个位置，他会去做这些的思考哦。然后那我觉得在他们眼里啊，你们其实应该是精神上可以去交流的对象，就是某一方面你们是可能是蛮知性的，跟他在某些经验层面是可以交流、可以商量的一个对象哦。好。我们下一张牌出现的是这个时间之轮哦。那时间之轮呢，我觉得就是韦特塔罗牌里面的命运之轮哦。那这一张牌一出现，我就觉得你们之间彼此的羁绊是很深的。时间之轮这张牌它讲的是说，就是整个
生命的时间它其实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流动哦，就是从这一秒钟到下一秒钟，这个小时到下一个小时，然后今年到明年嘛，就是即将要过新年，但是这个年啊、小时啊，这些都是人去把它间隔开来的一个计算方式，但其实就人的生命来讲，它全部都是一个连续性的。然后时间之轮呢，它每一次转动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变化，就像是春夏秋冬。那有的时候变化是非常细微的，那有的时候是比较剧烈的。那这些变化都是因为时间的转动中一些没有办法必然所带来的一个改变哦。那我觉得出现这一张牌啊，其实有代表的是你跟这一个人的羁绊真的是非常的深。那它其实有提醒你，一件事情哦，就是我觉得这个结果啊，就是目前呢，你们两个就是变成现在这样子的情况啊，都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你跟他，可能之前有一些因果，可能不是这一辈子，可能是在前世的这种记忆中所共同造成的一个因果。那这个东西啊，都是你们两个共同造成、共同推动的，而且看起来你们在这样子的关系中，好像有被一些更高的力量在牵引着，就是你们两个并不完全是按照自由的意志再去行动，就是好像某一些时刻会有一些外力的因素让你的想法或是他的想法就纠结在某一个点上走不出来。那就好的方面来讲呢，就是你就是他的命运，他也就是你的一个命运哦。那这张牌出现的结果其实有两种哦，一种就是他要告诉你说，不管啊，就是凡事都会改变，就是如果你们之前曾经是有过非常美好的一段关系，就是到达了顶峰，可能你们已经是有过一段很深刻的，像是婚约、婚姻关系这样子。它其实有一方面代表的是说，任何事情都没有，就是它不是没有尽头的永恒，任何事情都会改变的，就是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哦。那就另外一部分的朋友来讲，假设你们不是就是之前关系还没有到达一个就是顶峰，有点像这个圆圈，它还没有转完，你们可能就是还在认识，或者是你们认识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关系一直都没有很被推展。那或者是你们在一个暧昧的阶段，那我觉得这张牌啊就有代表的是一种再续前缘的感觉哦，而且再续前缘之后呢，你们可能就会发展的蛮快的。一旦对方确定了，就是他本来是一个隐士或者是一个就像法官一样，他正在沉思。那一旦对方确定了这件事，他思考完之后，他衡量利弊得失之后，确定你是他要的之后呢，他会跟你复联，然后你们会发展的很快。有一种状况是这样子的，那不管是哪一种状况呢，今天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你跟你们要发问的对象，其实都是羁绊的非常深的。就算就是这个人，不管他最后你们有没有结果，有没有在一起，他内心其实永远都会保留一部分给你。好，我们下一张牌出现的是这个世界牌哦。那世界牌是编号是21，它是大牌中的最后一张牌，是一张能量很强的牌哦。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们目前出现的牌都是大牌，都是能量很强的牌哦。它
塔罗牌里面算是很好的一张牌哦，它还代表着你已经达成了一个目标，就是代表着这个人呢，你跟他在生命中有一些事情是已经完成了，就是完成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在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哦。那这个世界牌它有一种就是回归一个整体的感觉哦，有点像是在关系里面呢，回到最初你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刚刚认识的那个地方。你跟他也许是透过社交平台，或者也许你们是透过一些共同的朋友的场合去认识的。那或者你们是在有这种同学同事的一种共事的关系哦。那你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但是经过了这些日子下来呢，你现在对他是比较熟悉的。那他其实这个世界这张牌有一种，就是他会回到最初的时光，他脑海中去想，然后并且看一看在这段关系中学到的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我觉得他在你身上他有得到一些很好的东西，就像这个充满魔法跟美丽一样的一个精灵世界哦。你有一部分是令他非常流连忘返的，可是他好像又有一些也许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些责任跟压力哦，他觉得好像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哦。但是其实这张牌有说的事情是，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兼顾的。那其实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就是他认为所谓的就是想象个美好的这种国度跟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跟责任哦。那看起来因为世界牌有代表着是说这个人他已经在这个他的位置，他的人生中好像已经觉得他找到他认为是正确的位置，或者是他用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他的人生哦。然后他也正在按照他认为是正确的步调前进。那我觉得第三组牌面上这张牌看起来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它代表着关系上的互相支持哦。然后你们又之前有出现了这个命运之轮哦。假设你们之前并不是那种到达顶峰又破碎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牌的复合的几率就是你们彼此在互相找到对方的这种几率是比较大的。好，我们出现了星星牌。那星星它代表的是暗夜中的一个指引，一个希望，一个美好的未来。然后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有意味着你的问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未来的。那尤其是你从内在的层面去看我觉得你这个对象目前看起来他是比较有距离感，但他其实内心非常的渴望得到爱。然后大家有看到就是这个蝴蝶这个精灵，有着蝴蝶翅膀的这个美丽的精灵，它正在坐在石头上，然后它的脚下是这种清凉的一个溪流，然后它正在观看着满天的星斗。其实它是一个孕育新生命的一个精灵哦。我觉得这个代表的是你们两个的关系有可能的一个发展哦。它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实体的小孩，或者是你们之前曾经有过的一个生命。而且在你们之间有一种能量，
你们是彼此最终内心会想要回去的那个熟悉的一个地方哦。星星这张牌，它有代表的是对方心中一种纯真的一面哦，不管他外在是怎么样，但是他内心有一种很纯真、毫无保留的一个爱。那他其实对这段关系是有盼望跟有憧憬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组牌感觉上你们那个再续前缘的希望比较大，只要不是刚刚提到的那种曾经到达顶峰后来破裂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就算是这种情况，这个人也是对你内心是有一种好像远远的看着你的这种感觉哦。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抽到这组牌的朋友，你们要发问的对象，其实对关系的未来，就是他还是会心底还是会期望，他的未来是有你的，他可以去跟你分享这个未来的，然后他是有信心的，可是这个信心目前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微小，然后很散落，很像散落在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是比较微小的光芒，然后他需要去把它凝聚起来，凝聚这个信心哦。好，最后一张牌是 Fortitude， 这个坚韧不拔的意思哦。我觉得这张牌其实有指出了这个人面对工作的一个学业工作的一个态度，同时他也有点出了你们关系如果要恢复的一个关键哦。这张牌啊，它是韦特塔罗牌的一个力量牌哦。然后他画的是一个养蜂人跟蜜蜂的一个故事哦。那养蜂人他的天赋啊，其实就是去驯服蜜蜂、照顾蜜蜂，并且采集他们收集回来的一个蜜嘛。但这个是需要一个天赋跟技巧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办到的。首先呢，这个养蜂人必须要跟蜜蜂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然后他要懂得去喂养它们，去照顾它们。他一开始可能是非常害怕的，因为这个蜜蜂其实有可能会去伤害他的，但是他还是克服了他内心的这个害怕，他用他的勇气去投入。最后呢，他跟这个蜜蜂啊运作的非常好。蜜蜂可以稳定的去供应人类世界、供应精灵世界这个蜂蜜，然后他们透过他们的合作啊，产量越来越多。那这里面呢有出现一个就是红色的三叶草，红色的三叶草就是这张牌的一个代表的花朵。那它的花语就是繁荣的意思哦。它的意思是说，养蜂人跟蜜蜂啊互相合作，然后维持一个完美的运作和大自然和谐的运作之后呢，他们就会产出这些繁荣的一个成果。那这张牌其实我觉得很像是在关系中，它代表的是必须要互相的信任，而且需要这么一些勇气哦。尤其是你们之前曾经是假设关系是有经历过一些伤害或者是破碎的时候啊，在建立信任是又更加困难的，所以他需要一些勇气。就像这个养蜂人，如果他曾经被蜜蜂蛰伤过的话，有一些人可能就会这么放弃，这么退缩了。但是这个养蜂人他没有，他还是持续的运用他的天赋来做这一项工作哦。那而且他是以一个比较和善跟照顾的方式来进行，他并没有因为蜜蜂可能会伤害他，他就那种以暴制暴，他并没有哦。然后从这一张牌我也看得出来，这个人呢，他可能目前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哦，就是除了关系之外，他还有很多努力想要奋斗的，也许他也想要在爱情跟理智跟责任之间取得一个
健康的一个平衡哦。因为刚刚我们也有看到这个世界牌跟这种星星牌，这2张牌其实都有代表的是一个梦幻跟理想的一个爱情哦，就是他有一种好像要抉择的感觉，就是他没有办法同时营运一个很好的爱情，以及他很好的一个理智的，好像日常的这种生活哦，他试着要去平衡，就是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那我觉得就你而言呢，你可能要想一想，就像我们开头说的那张牌，这个女人去驯服这个狮子一样，你要如何去驯服它？因为这个人其实，内在还是有热情，虽然他外表看起来像是这个隐士啊，像是这种法官，就是前2张牌出现的这么冷静，正在思考，他现在是这个模样，但是他内心还是有热情的。你要想一想。他要怎么样去被点燃？你要怎么样比较如何去驯服它？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抽出神谕卡。Being enough。Healthy 健康 ，confidence 好，我们有3张神谕卡。第一张呢是这张牌说的是你已经足够好了，你不用再去其他的地方去好像寻找追寻或者是去得到，而且你也不需要改变，甚至是不需要再特别去上一些成长课之类的。然后他说你也不需要用更多的欲望来塞满你哦，你就是你，其实你现在的样子啊就已经足够好了，而且你就是爱的本身哦。那我觉得这张牌是一张蛮温暖的牌哦，它是告诉你一种自我肯定还有自我关爱哦。那我们第2张牌它讲的是一个健康哦，主要是身体，他说你要温柔的去接纳你的身体哦，然后也许你的身体上是有一些病痛的，或者是有一些不舒服的，不管是在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然后他说就是请求宇宙让你知道你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你的身体哦，就是你自己就像你好的一个队友，好的一个盟友跟一个好的朋友一样，好好的去对待这个很神圣的身体，而且去接纳你的身体哦。好，最后一张牌它讲的是一个自信心哦。那这张牌说真正的自信和那种小我的虚张声势，就是为自己辩护的小我的那种勇敢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要让你自己内在有更大的一个空间哦。有了这个空间之后呢，你才能够握住更多的事情哦。而且你要让你自己充满爱，充满自信，然后你就会感受到一种你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一种勇气哦。那这个勇气其实也就是可以给你带来真正的一个自信心哦。那我觉得这里的自信心它讲的是一种建立底层的安全感，就是这种自信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优越感，这些闪闪发光的一些伟大成就哦。那它比较讲的是一个内在的一个精神支柱，基本上就是指你生而为人的一个自我认同感，就是你爱自己够不够多。
然后这几张牌都有在告诉第三组的朋友啊，试着你们跟你们自我对话的时候，好像以一种朋友的心态，或者是以一种盟友、一个好的队友的心态来鼓励自己，并且认同自己。即使是自己的一些缺点，或者是自己的不足，自己不喜欢自己的部分，你都可以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和自己对话。那以上呢，就是选到第三组牌的朋友，塔罗牌的一个解读跟神谕卡给你的一个建议哦。那如果你觉得有对应到你的情况的话，你可以参考。如果你觉得跟你的能量比较不符合的话，你可以再去听听看其他的选项或者是其他的占卜。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不同，在大众占卜的情况下，有可能你的能量会是分别对应到其中的1-2个选项，所以你们都可以再去听听看。好，那以上呢就是这组牌卡的解读，祝福你们。